将军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在干什么？我其实在找东西。你想找什么？将军恕罪，其实我骗了您。你骗我什么了？其实我不光是崇拜您，我还想靠近您，了解您。了解您平时读什么书？小人家境贫寒，没读过什么书，但是身为您的长随，我不能露怯呀。如果有一天您发现我没文化，将我抛弃，我就再不能侍奉您左右了。所以，我决定偷偷的提升自己，来这儿找本书读读。去做饭。得嘞。收服男人第3步，想要收服一个男人的心，就要先牢牢拴住他的胃。抢我更衣，抢我布菜，如今连做饭的活你都给我抢了。将军，您还记得您的小彤彤吗？将军，这个是8重号角狮子头，旌旗直摇浮上压，狼烟漫漫清蒸鱼，清风明月凯旋鸡。还有这个，都是我为将军特意定制的菜。名字都是你起的？小人不才，让将军见笑了。这名取的，我看你也不像没有什么文化的。啊！这又是什么？否极泰来福寿面，是小人的拿手好菜。清汤寡水面还差不多。这味道自在其中。云儿，你母亲走得早，为父呢又连年在外征战，没有机会陪你过生辰。今日年关，我们一起吃了这碗你母亲最爱吃的福寿面。祝愿我的云儿长大之后成为国之栋梁。来，啊，味道还不错。那是。我小厨生按神的招牌，走南闯北就没砸过。小时候是
姐姐被罚，不管骂得有多惨，只要是吃了我的面，都能忘了疼。无妨，再说点你的故事给我听听。今天非把你喝多不可。唉，我这个人吧，没啥大本事，更没啥大志向。小时候呢，总是吃不饱，就想着能有口吃的。唉，长大之后呢，四处漂泊，就想着能有个家，几亩田，安安生生的过自己的小日子，白天种田，晚上安眠。闲时呢，还有周游四国，吃遍天下美食，当然还得有个好身体。一般心大的，活得都长。对，人生在世须尽欢，明天的事情就交给明天去担忧。来，将军，我敬您一个。我从不饮酒。说到好身体这事儿，有件事我确实要感谢你。上次咱们聊到，强身健体要从小孩开始培养，这件事给了我灵感。我进宫向皇上建议了此事，皇上龙颜大悦，予以采纳。我就说吧，这方法铁定管用。皇上对此颇为重视，已经下旨全国推行，并赐名体育课。好名字啊！我怎么就没想到禀个皇上呢？将军明智啊！来，将军，为了体育课，为了将军，为了瑞国的未来，干杯！好，此事值得干杯。江先生，今晚可以休息一下，明天再劳烦先生为将军抚琴疗伤。将军体内的蛊毒已经被抑制住了，休息一晚倒也无碍。唉，萧副将，这是怎么了？只怕我这个将军的左右手，没几天也要让位了。此话怎讲？从前将军每天白天有我随侍左右，晚上又有先生可以聊天下棋。可现在呢，每天赖在将军身边的都是那个安臣。安臣是将军的长随，陪在身边也并无不妥。是，可是他竟然拉着将军一起喝酒。别说是我了，就连先生您都还没和将军一起喝过酒呢。竟有此事啊！哎，将军，将军，我给你看看我们小时候练过的招。啊，展示一下。看好了，将军，拥抱太阳。来看我的。碧落剑法。巨鹏亮翅。遥指星辰，金刚出世，星回旋舞，泰山压顶，踏雪寻梅，
别！火舞银蛇，浪子方舟。白头冠日，顺手牵羊。有凤来仪。将军，你海量啊！海量，海量，海量，海量。你别慌。将军，我有句肺腑之言，一定要同您说。您看您这么年轻英俊，事业有为，但是您这将军府啊，也太过于冷清了。除了树，就是草，连个花儿都没有。您再看看您那瓦啊，一看就是整天打打杀杀，一点家的感觉都没有。唉，这要是我家呀，我就种上一排排的樱花树，等到风一吹，花瓣飘落，那该有多幸福啊！哦，对了，我有个礼物要送给你。喏，是不是跟你的剑很配？很好看。来，喝。哎，将军，将军，您喝多了，我先给您送回房间去。我没醉，一点都没醉。先送你，必须先送你。将军。我从来都没有喝过这么多酒。从小到大，我都以我父亲为榜样，以将军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，从来都没有轻松过。我从小到大，除了我姐姐以外，没有人能看得起我。他们都说我干啥啥不行，逃不好第一名。我现在不一样了，我现在有将军你这么厉害的朋友，我回去啊就一定要跟他们炫耀炫耀。你做饭也是第一名啊！我到了，我到了，我到了。
一次喝酒，差点把我千杯不倒的小酒仙都给我喝倒了。哼，还好我提前服用了解酒药。不近女色的将军，带着个这么精美的香包，不是情人相送，那一定内有乾坤。哼哼，我趁他病，要他命。将军，听我说，你喝不过我。放手，放手！本姑娘只接了偷东西的活儿，没说要卖身啊。坏，我怎么睡了？明明记得昨天晚上，哎呀，这解酒药怎么也不好使了。这是哪儿啊？这发生了什么？哎呀，果然是喝酒误事啊！他怎么还不醒啊？他怎么还不醒啊？安晨，你怎么又睡过了？是他！你就当我什么都没看见。肖副将，我说出去吧。我手下的兵嘴都很严。安晨和将军睡了。将军，您听我解释啊！平时我在府中练兵嚷嚷习惯了，今天这种情形，我当时……闭嘴吧你！自己去院子里扎一个时辰马步，好好反思反思。是。等一下，交代你的正事办得怎么样了？我正想今天给您汇报呢。体育课已经在城中学堂正式开展试课。另外，您提到的加强府中亲兵体能训练，这是我找到府中侍卫体能比较差的名单。列家不留弱兵，尽快去办。这件事再办不好，属下提头来见。将军，另外还有一件事儿，今天早上江先生来找过你。阿奇。对了，昨天约好和他下棋的，那用不用属下现在去请江先生？算了，等处理完军务，我亲自去找他。今天上午听到的人多吗？今天上午，您是说您和安晨？哦，您放心，府中的下人嘴都很严的。确定？确定以及肯定。
知道安晨吗？安晨，就是那个安晨。你说他瘦瘦弱弱的，怎么还把咱将军给睡了呢？将军这好的不就这口吗？你看咱府里最受宠的江齐先生，也是啊。听说啊，咱们将军好像又有新欢了。啊？谁呀？就那个新长随安晨。真的？听说昨天晚上将军在房间里折腾了整整1个晚上。这么厉害啊！哎呦，我还是站江先生，又温柔又帅气，仙子一般的人物啊。只可惜腿脚不便，不然怎么能让安晨趁虚而入？安晨长得也不差呀。江先生虽然态度谦和，但太过高冷，有距离感。还是安晨平易近人，他成了将军的新欢，还能给咱们美言几句呢。小心。江先生，没事吧？完了完了，小三儿遇原配啊！呸，他是原配，我又不是小三儿啊！闪开闪开！果然，有好色的将军必有八卦的下人。我的清誉，我的名声，都被他毁得干干净净了。师姐不靠谱，安文哥更不靠谱了，还得靠我自己。不要忘了来这儿的任务。你是安文哥派来的监工。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在我这儿，废物只有死路一条。安文哥偷盗任务，什么时候高手见龙了？这人武功极高，烈云难道又是试探？江先生，江先生，何事如此惊慌？江先生，你有没有看到什么奇怪的人？并无异常啊。江先生，你知道将军在哪儿吗？将军在书房议事，我要为他诊脉，便在此处等候了。将军在书房？那他有出来过吗？没有啊。从书房到我房间，一定会经过这儿。难道不是烈云？阿奇，将军，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就是出来溜达溜达。唉，这溜达溜达就溜达困了，我就回去睡会儿了。现在就困了？咱们可是辰时才起床的。
长身体呢，觉多。是，你这身板儿是得再长长。那我回去接着长去了。你们聊啊，你们聊，拜拜。听说将军喝酒了昨日爽约了，特意来赔罪。今晚我们好好再杀他几盘。随时奉陪。八卦，说好不说的。咱有什么事就生点病。你又是从哪里钻出来的？师傅，我完了，我该怎么办啊？你不是胆子练得好好的吗？又怎么了？师傅，我要失业了。你不是靠关系当上侍卫的吗？也不知道是谁给将军提议什么体育课，现在将军要在府里搞个体能测试。体育课而已，怎么会失业呢？萧副将军选出了府里最弱的兵进行测试，如果不合格，就要被淘汰。嗨，将军府这么多兵，你总不会是最弱的啊！师傅，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。府里这么多兵，我年年都是倒数第一。师傅，你一定要帮我呀！我在安魂阁也年年都是倒数第一呀，倒数第一叫倒数第一，这是在搞笑吗？师傅，我不想走，我的梦想就是要成为将军的得力干将。我不能还没开始呢，就被将军送走了。师傅，算了，看在咱俩同病相怜，你叫我是师傅的份上，这个忙帮你了。谢谢师傅。那我怎么才能变强呢？如何让一个弱的人在短时间内变强？这我要是知道了，我不早就变强了？啊？体力不行，看来只能靠智取了。她是女人，而我竟然没有对她过敏。唉，她真是特别。这是要威胁我一下，还是真的要弄死我？但她是安魂阁的细作，我绝对不能喜欢她。烈云在书房议事，时间上来不及。这江琪行动不便，不可能。萧彤，不能这样下去了，我得和他保持距离。不是府中之人，难道是安魂阁派来的？没有理由啊！为什么偏偏对他不过敏啊？到底是谁啊？到底怎么办呀？好师姐，能不能活着回去，全靠你了。
将军，安晨怎么样了？将军，现在深更半夜的，咱就算惦记人家，也得稍微克制一下啊。我是问你，他可有异常？将军，末将近日监视安晨，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，除了和将军睡觉。滚！将军，那我是这么滚呢，还是这么滚？如果是这么滚的话，我这腰您是知道，在战场上那是受过伤的。但如果是这么滚，立刻消失！好家伙，第一次喝酒，差点把我千杯不倒的小酒仙都给我喝倒了。哼，还好我提前服用了解酒药。不近女色的将军，带着个这么精美的香包，不是情人相送，那一定内有乾坤。哼哼，我趁他病，要他命。将军，听我说，你喝不过我。放手，放手！本姑娘只记了偷东西的活，没说要卖身呢。哎呀，这解酒药怎么也不好使了。这是哪儿啊？这发生了什么？哎呀，果然是喝酒误事啊！他怎么还不醒啊？他怎么还不醒啊？安晨，你怎么又睡过了？是他！你就当我什么都没看见。萧副将，我说出去吧。我手下的兵嘴都很严。安晨和将军睡了。将军，您听我解释啊！平时我在府中练兵让习惯了，今天这种情形，我当时……闭嘴吧你！自己去院子里扎一个时辰马步，好好反思反思。是。等一下，交代你的正事办得怎么样了？
我正想今天给您汇报呢，体育课已经在城中学堂正式开展试课。另外，您提到的加强府中亲兵体能训练，这是我找到府中侍卫体能比较差的名单。列家不留弱兵，尽快去办。这件事再办不好，属下提头来见。将军，另外还有一件事儿，今天早上江先生来找过你。阿奇。对了，昨天约好和他下棋的。那用不用属下现在去请江先生？算了，等处理完军务，我亲自去找他。今天上午听到的人多吗？今天上午，您是说您和安晨？哦，您放心，府中的下人嘴都很严的。确定？确定以及肯定。哎，你知道安晨吗？安晨，就是那个安晨。你说他瘦瘦弱弱的，怎么还把咱将军给睡了呢？将军这好的不就这口吗？你看咱府里最受宠的江琪先生，也是啊。听说啊，咱们将军好像又有新欢了。啊？谁呀？就那个新长随安晨。真的？听说昨天晚上将军在房间里折腾了整整1个晚上。这么厉害啊！哎呦，我还是站江先生，又温柔又帅气，仙子一般的人物啊。只可惜腿脚不便，不然怎么能让安晨趁虚而入？安晨长得也不差呀。江先生虽然态度谦和，但太过高冷，有距离感。还是安晨平易近人，他成了将军的新欢，还能给咱们美言几句呢。小心！江先生，没事吧？完了完了，小三儿遇原配啊！呸，他是原配，我又不是小三儿啊！闪开闪开！果然，有好色的将军必有八卦的下人。我的清誉，我的名声，都被他毁得干干净净了。师姐不靠谱，安红哥更不靠谱了，还得靠我自己。不要忘了来这儿的任务。也是安魂阁派来的监工。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在我这儿，废物只有死路一条。小王，下一步。左路军西行500，与右路军会合，包抄，实现贺义镇。
阿奇，你还有办法吗？我输了。不过，为何是如此阵法？用鱼鳞阵，岂不是更好？鱼鳞阵固然进攻能力更强，但它尾部的弱点也同样明显。一旦被破，则全军覆没。反而是鹤翼阵，虽然实现难度高，但我们云将军有极强的战术指挥能力。在阵型的中后方坐镇指挥，就可以使两翼张合自如，攻防一体。进，则可以积极进攻；退，则可以固守后方城池。看来将军说的果然没错，你确实有排兵布阵的天赋。我也正是看到了他的笔记中，各阵法都结合了现实情况，分析了对东瑞的利弊，才说他是个奇才。将军，这是您第一次夸我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小汪，没看出来啊？你竟然还有这天赋，不愧是我的徒弟。我从来都没想到，我做的这个游戏笔记，居然是我的天赋。我终于有点用了，我不会再给我爹丢脸了。小汪，你真是个布阵的好苗子，之后我会请人专门教导你，假以时日，你一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军师。谢将军，谢师傅，我一定会非常努力，非常用功学习。我一定会不辜负将军和师傅的期望，我一定会成为将军的左膀右臂，和将军一起护我东瑞。有志气，不愧是我列家军男儿。教头，你先带小汪回去休息，明天派人送他去军事院。是。看来安长随说的还没有错，人生的道路不止一条。实现梦想的方式也有千万种，只是每个人的选择不同罢了。哦，没想到你还能说出这么有哲理的话。那是，我这小脑袋瓜里面装的东西可多了。将军，下在这儿，可就满盘皆输了。不下了，不下了。今天你手气好，明明是你心不在焉。嗨，最近军事繁忙。阿奇，你有没有觉得府里有些冷清？还好。等这阵子忙完，我想将府里装饰一番。好啊。将军，这是安晨挂上去的。你好像对他很特别。特别？哪里特别？怎么可能？我绝对不喜欢他。我只是说特别，我可没说喜欢。你早点休息吧，我先回房了。这人一旦动了心，就有了软肋，就不再无坚不摧了。
怎么拿了个这么亮的颜色？哦，安长随前几天夸了这个颜色好看，您最近不是都穿这个颜色吗？拿下去！换件黑的，还有这些饰品都拿下去。是。将军，您那佩剑上的流苏也是亮色的，我给您摘了吧。这个留着，你下去吧。是。萧副将，将军似乎心情不好。这还用你说？长眼睛人都看得出来。将军这是怎么了？我要是能猜到将军是怎么想的，这么多年我还会只是个副将吗？将军这表情，我不敢进去，不然您把衣服送进去。对不起，我起晚了。你来的正好啊！平常啊，就你最会讨将军开心了。来，靠你了。去呀！将军，我来服侍您穿衣服。不用你。将军，我说不用你。还有啊，以后不许冲着我笑。怎么还打喷嚏了？昨天晚上有点着凉，将军不用担心。我说我担心了吗？既然着凉了，就不用随身服侍了。小童，哎，以后随身服侍的活儿还是由你来做。那安晨呢？这么大的府中就没有其他活可以干了是吧？你下去吧。哦。安晨，这是失宠了？听说这个安长随失宠了，将军都不让他替身伺候了，没看他是砍柴火的吗？将军这喜新厌旧也太快了吧！也分人，你看江先生不一直好好的吗？变眼怪，折磨精。我的腰。这前2天还一张大脸，笑容灿烂，一转眼翻脸不认人，简直比翻书还快。是
师姐的招怎么也不管用了呢？就知道偷懒，才不批好了吗？还当自己是将军的长随呢？别耽误打扮啊！不是，别在这儿碍眼。我狗眼看人低。对哦，这再有用的招儿，也不是一次管永久。这连客户都是需要维系的。马师傅，马师傅，马师傅，愣着了吗？还不赶紧的！马师傅，这眼看就要到午休时间了，马吊也只能打一场了吧？你这知道还不赶紧去劈柴？真是可惜了，马师傅，您看您这印堂发亮，双眼炯炯有神，一看就是发财之相啊！你还会看面相啊？这打牌的人都知道，马师傅，一看您现在就是鸿运当头，那闭门自摸清一色，杠上开花，那不就是手到擒来吗？这么说，确实是啊。最近感觉我这手气一直很不错。我这儿呢有本马吊秘籍，定能助你如虎添翼，大杀四方。即使只有1圈的时间，也能赢得盆满钵满。还有这种秘籍？给我看看。这秘籍可以给你，但是呢，我有个要求。把你这厨房借我用一用。你借厨房干什么？嗨，我这不是想给将军做顿饭，哄他开心吗？你懂的。哦，行，用完记得给我收拾干净啊。放心放心，我就在这等着您杠上开花，财源滚滚。这件事儿。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上道上道啊！财源滚滚！哎，将军。安臣在外求见。他来做什么？他是来……我不想知道。这不是你问我的吗？让他走。是。我现在就进去。将军有令，让你回去。我是不是有哪里做的惹将军生气了？我比你还懵呢。反正将军说了，不见你。不，这可是我辛辛苦苦亲手做的饭。从早上就开始发什么神经？我也是，我有什么好生气的啊？你不想见我，还不想见你呢。眼不见心为净，我饭也不给你吃。唉，果然师姐说的对，男人呐都不能信。你找我呀？谁？在哪儿呢？
在这儿呢。师姐，你能不能不要每次出现都这么突然？上次扮舞女，这次又扮园丁。那我有什么办法呀？这整个将军府一个女的都没有。我收到你的飞鸽传书，可是想尽办法才混到这儿来的。你查到那个黑衣人了？还没。不过我问清楚了，安魂阁对此事并不知情。不是安魂阁派人，也不是烈云，还会有谁呢？买主，我来偷布防图一事，除了安魂阁知道，那就只有下单的买主知晓。此人敢在将军府如此行事，说明他对将军府十分了解。该不会是府中之人吧？怎么可能？如果这个人真的在将军府的话，为什么要雇咱们两个去偷图呢？此事肯定有问题。师姐，你现在回阁内，帮我查一下下单买主的身份。我需要几天时间，等我。你刚才说的什么男人来着？哎呀，莫名其妙啊！这前2天还对我好好的，今天突然一下不理我了。不管什么原因，只要想引起男人注意，只有一个办法：刺激他。快走吧。哎，江先生，好巧，你也在这儿。江先生，您出来散步啊？散步就算了，出来透透气。江先生，您那腿，我不是故意踢到的。无妨，你能把我当一个正常人，我很高兴。最近将军军务繁忙，可能心情差了点儿，你不要太介意。您也听说了，没想到还是您来安慰我，不像那个八卦有势力的小人。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你还同我讲，不要将这些流言蜚语放在心上，怎么现在自己反而被困其中了呢？我那是……人都是这样，当局者迷，只有旁观者才看得清啊。你脸色可不大好，要注意休息。谢谢江先生，可能是昨天晚上有点着凉。啊，对了，江先生，这是我亲手做的饭菜，您若是不嫌弃的话，可以尝一尝。啊，多谢。那我就先回去休息啦。将军，这心情不好的时候呢，逛逛花园是最合适的了。我说我心情不好了吗？嗯，怎么好像有股菜香味儿？阿奇。好香啊！原来你一个人躲在这吃好吃的。这酸菜鱼看着不错呀。安晨的厨艺没想到这么好，他还真是有心了，还专门给我送过来。
这些都是安晨做的。还有亲手给你送过来的？是啊。给我就煮碗面，给你弄得这么精致。小董，安晨呢？您不是说不让他近身伺候了吗？这我哪知道啊？我知道，他呀回房间了。身为长随，大白天竟敢偷懒！小董，叫他过来，随我去教场。是。等一下，我亲自去看看。大白天竟敢偷懒！小董，叫他过来，随我去教场。是。等一下，我亲自去看看。这酸菜鱼太酸了。来了。安晨，你身为将军的贴身长随，怎么能擅离职守？还不快陪将军去教场！什么情况？还不快去！好，我穿个白衣就去。你发烧了？小董，快去叫江先生过来。是。只是略感风寒，没有大碍，但是这药还是得照常吃。将军不用担心，这里有我照顾就好。阿奇，你平时那么忙，我来就好了。是，我今天确实是忙。肖副将，那你要不要帮帮我？哦，哎呀，我今天真的也是很忙啊。哎呀。嘿，嘘，你干嘛呢？我听说安长随病了，他对我那么好，我得来看看他呀。这儿哪儿轮得着你啊？咱们将军心疼的紧呢，你就别进去添乱了，赶紧回去吧。哦，明白。哎，你明天是要去军事院了吧？是。赶紧回去收拾去。你过得好啊，你师傅会更开心的。
我？我没有。你不会想给我喂药吧？我没有。将军，人家画本里面喂药后面的剧情不是这么发展的呀！你这个喷洒式，我又不是个盆景。你自己不照顾好自己，你怪谁啊？穿那么少，还给人做饭，还大老远给人送过去。这下好了，生病了吧？叫你嘚瑟！赶紧把药吃了。这能不能不喝呀？这药也太苦了。不喝怎么好？哎，我喝。将军，还是将军手段高超。还杵在这干什么？去叫上。是。新鲜出炉的糖炒栗子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喝一点历史茶啊！全城最好吃的糖炒栗子。新鲜出炉的糖炒栗子啊！在那儿。稍等，你去买包糖炒栗子回来。啊？您平时不是最讨厌吃甜的吗？糕点、水梨、肉脯、爆米花，一样给我来1份。是。回去。已经给过你机会了，竟如此无用，干脆杀了你！